你俩昨天下班是不是挨着一块走的？你眼花了，我当时就站在你们身后3米。那你为什么不打招呼？打扰你们多不好意思啊。在一起之后的日子，表面上看起来变化不大。我们没有在朋友圈发矫情的合照，公司里知道的人也就周航一个，因为这货眼尖的跟鹰似的。日常相处里，我们依然是带饭、吃饭，一起走。偶尔他来我家，但有些细微的改变正在悄悄发生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他现在吃完饭会靠在我肩上，不是在公司，是在我家。第一次这样的时候，我整个右臂足足僵了10分钟，他却浑然不觉，或者装作浑然不觉。你什么时候放的？上周来的时候。你也不说一声。说了你会赶我走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看来是真的要常住了。拖鞋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充电器都是不声不响出现的。他那种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拒绝的笑，理直气壮的让我说不出话。11月中旬的某个晚上，我加班到8点多，到家的时候一开门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糊味。你在做饭？什么菜？原计划是番茄炒蛋和清炒食材。有原计划。我是看了教程的，上面说油热了下蛋，我就下了。但是它一下去就噼里啪啦的，就用锅铲多翻了几遍，然后它就碎了。至于时蔬那个，我只是忘了加水。笑什么笑？你为什么忽然要做饭？你每天做给我吃，我想也给你做一次。锅报废了，明天买个新的。我赔。不用。想学做饭？你教我。你跟我学了5个月的品鉴，也该升级了。从什么开始？煮泡面。你瞧不起谁呢？从你今晚的表现来看，煮泡面可能还有点难度。张凡，幸好我第一天入职坐在你对面，不然我可能永远只能在中午吃沙拉。你分明吃得起别的，但我只想吃你做的。重量刚好，温度也刚好，这大概就是我想要的以后。怎么了？有个阿姨在楼下说要找人。找谁？不知道，前台在对接。啊！你在哪儿？你别上来，我下去。妈，你听我说。李岩，
啊，我说了在公司呢，你怎么直接来了？我不来，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我没瞒你什么。 ？8个月，你那张无限额黑卡8个月没有一笔消费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妈，这里是我公司，你能不能……你告诉我你钱哪儿去了？饭呢？你不吃饭吗？我吃啊，我每天都吃。你的助理说你8个月没订过餐，没去过餐厅，你吃空气。我每天有人给我做饭。谁？就是他。让他周末来家里吃饭。我操，张凡，你搁这儿钓金龟婿呢？无限额黑卡，你女朋友到底什么来头啊？8个月没用卡，是因为天天吃你做的饭，酸了，我真的酸了。张凡，你那个著名的扶贫理论，闭嘴，完蛋了，兄弟，彻底完蛋了。对不起，我妈她……无限额黑卡。8个月没消费，因为你天天给我做饭，我真的不需要花钱吃东西。你之前不是暗示我你吃不起饭吗？我可没说过，是你自己一直这么以为的。我在脑子里迅速回想了一下这8个月，好像确实全是我自己脑补的。他从来没说过我没钱，他只是不点奶茶，不拼下午茶，不频繁换衣服。我当时怎么就理所当然的把这些归结为穷呢？所以你家……我爸是做房地产的，我妈是投资公司合伙人。我来这儿上班是因为我想靠自己，这份工作真的是我自己面试进来的。那你干嘛一直让我以为你很穷？我没让你以为啊，你第一天就把饭推给我了，我说不要你还不高兴。我什么时候不高兴了？你皱眉头了？那是我的常态表情。反正我当时觉得，如果拒绝你，你会生气。所以你就顺水推舟吃了8个月？主要是因为你做饭太好吃嘛。行了，先回工位，下班再说。你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？因为全公司都在看着我们。那周末去我家吃饭的事，你不紧张吗？紧张。那你还去？你妈让去的，不去更紧张。吃碗馄饨，我请你。你请我？用我自己工资卡里的钱请，不是黑卡。张凡，你会不会觉得被骗了？有一点。但不是觉得被你骗了的那种。那是什么？是
是被我自己蠢到了。哪里蠢了？人家平时做的是迈巴赫，钱包里揣着无限额黑卡，我在这儿自作多情的忙活了8个月搞扶贫，搞了半天我是那个小丑。你不是，你是……我知道，开玩笑的。你这人！你现在生气的样子，跟我第一次问你要不要吃鸡翅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但其实一点攻击力都没有。你真的不生气？不生气。你家有钱是你家的事儿，你吃我做的饭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那周末去我家，我做几道菜带过去。真的？既然你妈已经知道你天天吃我带的便当，那作为主厨，我怎么也得让她亲自验货吧。他一定会喜欢你的，你这么确定？因为你做饭真的好吃。对我妈来说，这个理由就足够了。她平时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面吃不好。这家的馄饨其实皮有点厚，馅儿也算不上惊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吃进嘴里，味道出奇的好。大概是因为坐在对面的人是他吧。镜子里的自己依然普通平凡，但至少看起来干净。凡哥，上车。哦，你什么时候买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平时上班坐地铁，纯粹是因为咱们公司楼下太难找车位了，我懒。得，又一个被我归类为民困人口的铁证。蔡今天宣布无情破产。紧张？说了紧张。我爸人很好的。我妈，明白吗？你上次见过了。你妈上次在公司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道菜的原材料。那说明她在评估你的价值。来吧，你的价值今天全在那3层保温箱里了。来啦，进来进来。我做点菜带过来。做菜？听妍妍说你做饭特别好吃。还行，它特别好吃。是做的饭好吃。就是你，天天给我闺女做饭，是。做了多久了8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想吃。打开看看。
这卖相绝对是专业水平啊！张凡是吧？是叔叔。你这手艺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？我妈教的，从15、16岁开始我就自己做饭了，10年了，差不多。难怪，真不错。小凡，在，阿姨。我闺女那张卡8个月没动过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那张卡的额度是多少吗？不知道。无限额。他放着无限额的卡不用，天天吃你一个月12000的程序员做的便当，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阿姨，我没办法给他无限额的卡，但我能保证，每天他打开饭盒的时候，饭菜是热的，味道是他喜欢的，种类绝对不重复。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排骨炖的不错，下次多放点枸杞，我闺女体寒。多吃点。下周还来。语气生硬，这不是邀请，是通知。好。带你那个板栗焖鸡，放少点盐。好。我说了他会喜欢你。他的喜欢跟正常人的表达方式差挺大的。他让你下周再来，就是最大的认可了。你不知道我之前带同学回家，他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茶都不倒一杯。今天他把你的排骨吃了4块，所以他平时1块都不会吃，嫌油腻。张凡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那天多做了一份饭。不客气，但你得补交8个月的饭钱。怎么补？嫁给我。张凡，你坐车的时候不要说这种话。你开的又不是我。但我是因为你才打歪的。那就停路边说。不用嫁。那怎么补？做一辈子给我吃。之前在饭桌上说好了。那就够了。 8个月前，我以为我在投喂一只流浪猫，现在那只猫住进了我的生活里，而且带着一张无限额黑卡他妈的大衣，以及一辈子的分量。张凡，现在全公司都在传你跟新来的美女同事在处对象，你天天给人家带饭，人家天天给你洗饭盒塞糖果，这还不明显吗？这不是处对象是什么？处对象？不，我这叫精准扶贫。扶贫？对，扶贫。
公司新来的女同事李岩，长得确实不错，但穿的朴素，连38块钱一份的轻食沙拉都吃不起。而且她有个致命的毛病，上班盯我，下班盯我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眼睛恨不得粘在我的饭盒上。那眼神就像一只金毛看着你吃牛排，全身都写着给我一口。你没吃午饭？吃了沙拉。喂，你要吃吗？可以吗？多带了，吃不完。我确实带多了，我妈给我买的保温桶是4层的，每次装完都有剩余空间，我习惯性的把3层全填满。他的表情从看骨头的金毛变成了吃到骨头的金毛，尾巴都要摇起来了。真的好吃。我知道。你天天都自己做饭吗？那个，明天还有吗？讲真，他身形单薄，手腕细细的，看着就很柔弱。新人嘛，刚毕业，入职第1个月工资要下个月才发。我想起自己刚入职那会儿，月底穷的吃了1周白米饭拌老干妈。行，我多做一份就是了。牛逼牛逼，第1周就请人吃饭了，进展够快啊你！我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看不得人挨饿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早起时间从40分钟变成了1小时。2个人的量嘛，食材翻倍，步骤加1倍，倒也不费事。为什么买了新饭盒？是不是因为某人需要啊？打折，你话真多。哇，今天是什么啊？可乐鸡翅，清炒荷莲豆，紫菜蛋花汤。擦。谢谢凡哥。哥们儿，你这是什么？养成游戏？就多做一份饭的事儿。你给我也做一份呗。你170斤，少吃点。歧视胖子是吧？喝不喝奶茶？奶茶不喝。吃不吃蛋糕？我不饿。蛋糕也不吃。3天换了3件上衣，裤子却一直都是同一条。手机还是3年前的旧款，所有的迹象都在告诉我一件事：这姑娘没钱。我理解，刚毕业嘛，可能还有助学贷款要还。所以我做饭这件事儿，在我心里就定了性，举手之劳，帮一把就帮一把。
知道全组都怎么传的吗？传什么？都说你俩在处对象。谁说的？大家都在说，你天天给人家带饭，人家天天给你洗饭盒放糖，中午还面对面吃，这不是处对象是什么？这是扶贫。扶贫扶到给人家换新饭盒，扶贫扶到记住人家不吃什么。我也记得你不吃芹菜，那你怎么不给我带饭？你不配。张凡，我认真的，你要真没那意思，你就跟人家说清楚，不然人家姑娘该多想啊。怎么了？我确实没那意思，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。月薪12000，没房没车，家里普通，长相扔进人群找不出来。他虽然穿的朴素，但五官底子摆在那里，白到发光，睫毛长得像阳香伞，不是一个档次的。我就是看不得人饿着，仅此而已。转眼到了夏天，投喂李岩这件事儿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，流程已经完全固定化，默契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工作之外，我们几乎没有交集，不加微信私聊，不约下班吃饭，不在周末联系。他似乎也从不主动突破这个界限，直到6月中旬的一个周五，组长在群里发了条消息。今晚项目上线庆功，7点老地方，全组必到。来，新人李岩入职3个月了，还没正式跟大家喝一杯呢。我不太能喝。没事没事，以茶代酒也行。谢谢凡哥。哟，单独感谢啊！凡哥天天给人家做饭，当然要单独谢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？别瞎说，就是顺手多做一份。顺手顺了3个月哦。哇！凡哥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想问你一个事儿，你为什么天天给我带饭？你不是吃不起吗？吃不起？你不点奶茶，不拼下午茶，不换新衣服，手机屏幕裂了也不修。我想着多做一份也不费什么事儿。等等，你觉得我穷？不是穷，就是经济比较紧张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凡哥，你可真是个好人。谢谢。明天是周6，别做我那份了啊！我周6不上班，怎么做？哦，对，
那周一见。什么？给你的。你之前那双竹筷子开裂了，上周3我看到的。这多少钱？我转你。不用啦，一双筷子而已。等一下，他不是穷吗？买得起这种成色的人工雕刻乌木筷子。我虽然不识货，但这也太不像地摊货了。哟，看品质，几十到几百的都有。这是手工刻的，至少300往上。300以上的筷子，一个连38块沙拉都舍不得买的人，随手送300多的筷子，这不合理。凡哥，你有没有想过学做甜品？没有，太麻烦了。做菜是切切炒炒的事儿，甜品还得晾粉晾糖，精确到温度，我没那个耐心。哦，那如果我想吃呢？你想吃什么？布丁，焦糖布丁。行，我回去研究研究。给我的？第一次做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怎么了？不好吃？以后每天都要有布丁。行行行，天天给你做。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布丁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自己都不吃甜品的人，专门给人家做布丁？顺便做的。顺便。你还在做？你真的每天都在做布丁？你是真的闲。以前周末我们绝不联系的，怎么感觉从这个夏天开始，有些事情好像在悄悄变味了呢？8月，投喂进入第5月，我已经能精确地记住他所有的饮食偏好：不吃香菜、苦瓜、茄子，喜欢甜口，偏好软糯的主食，汤要最后喝，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会眯眼。这些信息不是我刻意记的，就像你养了条狗，时间久了自然知道它喜欢什么口味的狗粮。对，我依然用养这个字来定义这段关系。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没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就是觉得他挺可怜的。可怜？他哪里可怜了？穷。张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不穷？不穷为什么天天吃我的饭？因为你做的好吃，好吃就去下馆子啊。也许人家就想吃你做的呢。你想多了。凡哥，一起走。小姐，该回了。你有人接？
我妈派的车。凡哥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见。等等，这车轮毂的反光和车身线条，绝对不是10几万的代步车，这是什么条件？这是穷！算了，也许是他妈借的车，也许是他妈老板派的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不要了，我说了不需要，退掉吧。那个也不要了，我说了不想换。行了行了，我在上班，回头再说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妈非要给我买东西，我用不上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包，我上班背个萨布袋就够了，非得让我换个什么皮的。哦，脑子里好像有根弦被轻轻拨了一下，但还是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。李岩，楼下新开的奶茶店搞开业活动，买1送1，一起拼单呀！不用了，我不喝。你天天不喝，今天买1送1嘛，很划算的。真不喝，你们买吧。你是不喜欢喝还是舍不得？不喜欢。那上次周末怎么让我帮你买养乐多？那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养乐多是你帮我买的，味道不一样。屏幕上的光标闪了很久，我一行代码都没写出来。你上辈子是松鼠吗？李岩，你上辈子是大厨吧？我上辈子要是大厨，这辈子不至于写代码。那挺好的，大厨不一定给我做饭。汤有点烫，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不是香水，更像是沐浴露留下来的。凡哥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以前呢？大学有过一个，毕业分了，为什么分？异地。哦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找个什么样的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合得来就行。怎么才算合得来？比如能一起吃饭，不用说太多话，也不觉得尴尬。做饭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就行，不用帮忙。晚上各看各的手机，偶尔聊2句，就这种。凡哥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们现在不就在做吗？李岩，到了再说。好。柚子味进了很多。到了。我睡着了。靠你身上了。那个，抱歉。没事儿。那我先下了。刚才闭嘴，我就知道，靠了一路啊，兄弟。他睡着了，不是故意的。他睡着了，你没睡啊？你不推开？推了怕他醒。张凡啊，张凡，你心里有没有点数？那里还有一点残留的温度。9月蜜，投喂第7月，
我开始承认一件事，我可能对李岩的定义有问题。不是流浪猫，不是扶贫对象，也不是新来的同事，是什么呢？我说不清。但是有些信号已经明确到我装不了瞎了。凡哥，我今天坐地铁。你家那边地铁不方便吧？要换乘3次。我想试新路线。橘子，甜的。就知道。以前是我投喂他，现在他开始在下午给我递东西。一瓶水，一包纸巾，偶尔是一颗剥好的橘子，动作很自然。全组人都看在眼里，连组长都开始用老父亲般的眼神重看我们了。但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，原因很简单，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对等。他再怎么穿的朴素，骨子里的气质骗不了人。还有那辆来接他的车，我回去搜了，迈巴赫，起步价150万，绝对不是他妈借的。我看着天花板想，我月薪1万2，住在老旧小区的合租房，做饭是唯一的技能点，我凭什么？国庆有什么安排？没有，在家待着。 7天都在家，挺好。我可能也是在家打游戏、做饭。那我能去你家吃饭吗？就是平时都吃你带到公司的，想尝尝刚出锅的味道。一直热在保温桶里，会影响口感。我家很小，合租的单间，厨房也是公用的。没关系，比较乱。我不嫌。那你国庆第3天，10月3日来吧，我准备1桌。好。过节干嘛呢？你大扫除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是不是李岩要来你家？放假前他问你能不能去你家吃饭那个表情，瞎子都看出来了。你想多了。别嘴硬了，就是来吃顿饭。对对对，就是吃顿饭。来了。好小，说了很小，但很干净。你还看东野圭吾？偶尔。我也喜欢。厨房在哪儿？这边。5个菜，你做给谁吃？部队吗？你不是说想吃刚出锅的吗？种类多一点，你挑自己喜欢的。你做，我看着。
厨房里的暖光打在她脸上，白裙子，散头发，坐在小板凳上微仰头看我。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，不重，但很清晰。别看了，看你做饭很好看，做饭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做就好看。我得赶紧把火调小点儿，再不调小，菜倒是不一定会糊，但我脑子绝对要糊了。可以吃了吗？吃。天哪，外面是脆的。废话，刚炸出来的当然脆。之前在公司吃的都是软的。保温桶焖久了就回软了。那我以后能不能每天来你家吃？就是说，现做的真的比保温桶好吃太多了。多吃点。还有，甜品收尾。张凡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盯着你的保温桶看吗？因为饿。我第一天入职，中午你打开保温桶，里面是可乐鸡翅。你吃第一口的时候皱了一下眉，因为凉了。然后你把鸡翅放到热水杯旁边温了一会儿，才继续吃。你记得这么清楚？你闻鸡翅的时候在笑。下次得多加保温袋。我当时就想，一个男生会认真做饭带到公司，吃的时候还会因为温度不满意而想改进。这种人，我想每天看他吃饭。所以不是因为穷？不是。不是因为饿？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？说什么？你好，我是你对面工位的新人，我想每天看你吃饭，可以吗？确实怪。所以我只是看，结果你主动给我带了。我以为你吃不起。我知道，你人真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吃了。糖放多了。张凡，你李岩，什么？你明天还来吗？来。国庆剩下的4天，他每天都来。名义上是为了吃饭，但吃完饭他也不走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在物理上缩短了很多，但什么暧昧的事也没发生。我没有表白，他也没有，彼此心里都明白了，但谁也没捅破那层纸，默契的有点蠢。每天吃饭散步，再吃饭再散步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同事。同事？我信你个鬼！你俩这日子过得像在提前过退休生活。凡哥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之间差点什么？差什么？差一句话。李岩。你那辆迈巴赫。你查了？看到了。你家不穷，你家很有钱。那你为什么来这里上班？
程序员工资对你来说，我想自己赚钱，跟家里条件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我12000一个月，没房没车，做饭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你确定？张凡，我吃了你7个月的饭。你知道7个月是多少顿吗？大概150顿。153顿，我数过。153顿饭，够不够当聘礼？不够。那得吃一辈子才够。你是不是准备了很久这句话？没有，刚想到的。骗人！真的。那从明天开始，能不能在饭盒里加一份甜品？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嘛，条件谈好再签约。秋风灌进领口，是凉的，但胸腔里那块地方滚烫。